大家好，这节课呀，我们来讲一幅这个荷花以及翠鸟的这样一幅画如何去画。其实这个荷花荷花翠鸟的话呢，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并不需要我们每个地方画的和我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需要大家掌握，就是说这种用笔方法、用笔规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掌握这些规律方法之后呢，大家啊可以自行去创作啊，是可以自行去创作的。那么这幅画呢，我们画一幅非常简单的啊，画一幅非常简单的，从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啊，就是一片叶子，一朵花儿，然后来构成这幅整个画面啊。当然，翠鸟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多画上两只，对不对？翠鸟的话，我们可以多画上两只。实际上，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学的过程中呢，把叶子练好了，把花儿练好了啊，再把翠鸟练好了，是可以自由进行搭配的啊。这个就是大家学的时候啊，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说不要学的太死板嘛，不要学的太生硬。哎，画好这个之后，画好花了，画好叶子了，然后啊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搭配，可以自行去组合的。那怎么画呢？我们下边啊教大家来画一下一朵花，一片叶子，两只翠鸟，就能组成一幅画面。怎么画呢？注意这些花儿和叶子的形态。比方说，我们要这幅画画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画呢？那一朵花我朝这边走，一片叶子向下垂啊，一个朝这边的是，一个朝这边的是。那虽然都是两个不同的方向，但是呢，它们又有一定的方向感啊，都是朝右边，但是一个是朝右上，一个是朝右下啊，这样去画这个画啊。先调一个淡墨啊，先调一个淡墨，笔尖上的墨色稍浓，笔肚上的墨色呀稍浅。哎，这个是不变的一个真理啊，不变的一个道理。然后我们就开画就行。先画前面的啊，前面的这一个花瓣比较胖一点，对不对？再画一个呀，比较瘦一点的。那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大有小的变化。哎，有大有小，有正有侧，就是画的时候呢，千万要注意这些问题。哎，我们大家画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刚学画画啊，我们就很容易画的比较平，对不对？画出来的作品之后啊，都是平平的，没有变化啊，所以不好看。那当画出这些变化之后呢，这小画就变得有趣了，就变得生动了，对不对？就变得生动了，有前有后，有正有侧啊，有正有侧，这样一朵小花苞，它怎么会不好看呢？对不对？它怎么会不好看呢？想不好看都难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说，大家在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这些变化给它画出来。把我们课上讲的那些规律性啊、方法性掌握住，然后笔尖上啊调点浓墨，散锋。看我把笔散锋的状态，画上它的荷花梗啊，点上它的小刺儿啊，很随意的这样点上一些小刺儿。还记得怎么点吗？哎，就是在画圈儿，围绕这个荷花梗啊，在画圈儿啊。还记得这个规律吗？就是围绕着它在画圈儿，围绕着它在这样转，围绕它在这样转。然后啊，我们换一支毛笔，刚才那个呢是用的雄狼尖毫，然后啊，那个雄狼尖毫啊，你勾勒花儿、勾勒花梗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要画叶子的话呢，那个吸水量因为不足，所以说那个不太适合画叶子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点墨成金去画叶子。当然啊，点墨成金画这些花儿也是没问题的。毛笔的选择呢，大家不用太刻意，喜欢哪支就用哪支就行。笔尖上还是笔尖上调浓墨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就是笔尖上调浓墨。你不要把这个毛笔都调得很原始，你调得很匀实就不好看了。笔尖上调浓墨，调浓墨之后呢，开始画它的叶子。
哎，从外向里这样用笔啊，从外向内侧这样用笔。这个是画一片啊低垂的荷叶啊，低垂的荷叶啊，也可以从内向外用笔。看这个是回锋这样用笔，这个呢直接这样摁下去，哎，直接摁下去这样用笔。两种用笔方法呀，就是怎么随意怎么来。需要注意的一点呢，就是说啊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，那我只调了一笔墨，对不对？啊，您可以再去调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出现的效果，我们纸面上的这个效果呢，一定是要有浓的，有浅的啊，有深的，有浅的，有湿润的地方，刚画的地方比较湿润。然后呢，最后啊，这个笔上水分已经很少了，哎，有湿有干，干湿浓淡。当一个画面当中啊，干湿浓淡都存在的时候，那你的这个画面呀是不会很难看的啊。基本上画完之后呢，你的画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效果。干湿浓淡一定要注意。然后啊，这个是一个反着的叶子，我们再画上它的什么呢？这个时候笔尖上调水啊，不用再调颜色了，笔尖上蘸点水，湿润一下。再画什么呢？画上啊它反面的这些叶子呀，因为它是低垂的一个荷叶，对不对？画上反面的这些荷叶啊，荷叶反面的这个状态啊，用浅色的啊，整体的是深的，这个地方呢整体的是浅的，浅的里面啊还有深浅变化，浅的里面呢这个地方深，这个地方浅，哎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？啊，我们这样用笔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地方深，这个地方浅呢？因为我们是笔尖上蘸的水，笔尖上蘸的水。这样用笔的话呢，笔尖上是水，笔肚上呢还有一些淡墨，就形成这边浅这边重的这样一个颜色。实际上啊，我画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太多呀，我只是很自然的这样去调墨，很自然的这样去画。所以说呢，哎，他画出来的画啊也比较自然。再画下一幅的时候呢，我可能啊就不是这样的效果了，哎，可能是另一种效果。那这个就是掌握这种方法规律之后呢，对不对？掌握这种调颜色的方法、调墨色的方法、调水的方法，掌握这些调水、调墨的方法之后呢，大家呀在运用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去应用它就可以。画出来什么效果，这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里面啊包含这些变化啊，你不要画出来平平的，画完之后呢都是平平的，都是一个墨色，哎，那个就坏事了，那个就没学到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啊，接着往后画。这个时候笔尖上我又蘸了一点墨，笔尖上又蘸了一点墨，来画一下它的一个荷花梗，哎，很自然的这样去勾勒它一下就行。从这儿走过来，从这儿又垂下来，哎，你看这个荷叶和荷花还有所交叉，对不对？还有所相交，还有所相交叉。啊，这样去点上它的荷花梗，有聚有散，哎，有大有小的这些小点儿，给它点一点就可以了呀。这个叶脉的话呢，咱们一会儿再勾，现在不能勾叶脉，现在勾上叶脉啊，它是潮的啊，很容易晕开。晚点我们再勾叶脉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花给它画一画，先把花给它画一画，用一个太白色，再来一个曙红色啊，牡丹红也行，曙红或者牡丹红都可以。哎，再找一支毛笔啊，先调太白色，笔肚上先调太白色，就是把整支笔啊都调成太白色，把整支毛笔啊都调成太白色。然后呢，然后笔尖上啊调点这个红色啊，笔尖上调点红色，然后开始画它的花瓣。哎，就这样简单这样一笔蹭下来就可以了啊，简单一笔蹭下来就可以了。哎，补上两笔，
对不对？简单的这样一蹭就行啊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花瓣啊，花瓣染色的一个过程。笔尖上，因为我们没有调的很匀实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出现这个笔尖上的这个它有一些小花纹存在。调的颜色呢稍微深一点啊，没有调的那么太熟，出现的这些变化呢，它就好看，对不对？它就有这些很自然的这些啊，这些颜色的变化啊，它就好看。如果说你调的太匀实了，反而不好看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笔尖上调点水啊，简单的就是蘸一点点颜色，调一个浅粉色。浅粉色画哪儿呢？浅粉色呀，画里面的花瓣。浅粉色画里面的花瓣，哎，画里面的花瓣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背面和里面它就有了一个颜色上的区别啊。这小花呢画出来之后啊，它就好看，它就好看了，对不对？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呀小楷笔，来上一点胭脂颜色啊，胭脂颜色比较重，胭脂颜色啊非常重啊，用这个小楷毛笔呢调点胭脂啊，里面呀甚至还可以加点墨，画上它的这个花的这个花蕊啊，荷花花蕊怎么点呢？哎，攒3聚5的去点，对不对？不要点的大小都一样啊，攒3聚5的去点。然后这边点的多一点啊，这边啊露出来少一点啊，有露出来那么一点点就行。哎，因为这朵花的话呢，我们不需要露的很多花蕊啊，莲蓬被挡住了啊，被挡住了，所以说呢，可以错开啊，这边多这边少，有这么一点，有这么个意思就可以。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画这个细节的地方。我们在这2个地方呢，画上2只小翠鸟。一只小翠鸟啊，朝这个方向飞；一只小翠鸟呢，朝这个方向飞。哎，那小翠鸟怎么画呢？小翠鸟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呢，用这个墨色啊，先调这个淡墨，先定好它的位置。那比方说这只小翠鸟。这只小翠鸟，我们先画这只小翠鸟。这只小翠鸟怎么画呢？先画一只向上扬着头的，向这个方向飞的一只小翠鸟。怎么画呢？先画上它的翅膀，背部的翅膀。哎，先把它的大感觉给它画出来。这个小翠鸟啊，它怎么飞呢？对不对？先这样啊，简单的蹭出它来啊，简单的蹭一下啊，这个飞翔的一个动势。当然啊，大家就是说想要画的非常好，还需要呢真正的去观察小翠鸟它的这个动势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通过观察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呀，2个小鸡蛋去画小翠鸟，它这个是小肚子，翅膀的话呢，在小肚子背部再长翅膀啊，这个就是画的它一个小翅膀，实际上有点像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有点像三角形的一个结构。小翅膀完了之后呢，这是小脑袋顶儿啊，小脑袋顶儿。它朝上飞呢呀，这是它的小脑袋顶儿啊，这是它的尾巴部分。这个时候啊，画好它的大感觉了，我们该干嘛了？我们该加细节了。细节怎么加呢？翅膀尖部是有翅尖的啊，翅尖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的规律吗？哎，小的。长的啊，短一点的，长一点的，又短又慢慢变短，变短之后呢又变长，哎，又慢慢变短啊。这边长一点，这边短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角度啊是朝这样飞的话呢，这边是这个翅膀啊我们看的比较侧，所以说呢露出来啊比较短一点。这边呢翅膀啊张开了啊，所以说这边时间呢比较长一些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它的小尾巴啊，它的小尾巴。再往上走，这个地方啊是它的嘴巴以及眼睛。先画上它嘴巴的中线，嘴巴的上唇线啊，下唇线
哎，你看我们可以记忆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什么记忆啊，就可以完全根据它的一个呀，这个拟人化的记忆方法啊，上唇线、下唇线啊，这些按理说我们只有人类才有的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，可以去画翠鸟的时候啊，也这样去记忆它，这样记出来是不是更好记一些？并且呢，画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画得更生动一点。拟人化之后，它就生动了。脖颈处的小羽毛，脖颈处的小羽毛，就这样一点一点啊，这个小翠鸟是不是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大的一个形了呢？啊，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形态。哎，画好这个小翠鸟之后啊，我们继续往下画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个颜色啊，可以调一个颜色来画它。这小翠鸟胸部是什么颜色？是偏红的啊，偏红的这个颜色，可以直接用曙红去画啊，或者是呢，我们加点黄啊。它大部分羽毛呢，胸部的羽毛啊偏红，里面还带着一点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朱标色啊，用这个朱标颜色。笔肚上调朱标，笔尖上啊来点曙红色。笔尖朝前啊，笔尖朝头部的这个位置，哎，这样去画它，这样一画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样一画，这就是它的小肚子呀，啊，一点就是它的小肚子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来一只小翠鸟，这个小翠鸟啊，我们可以先画它的肚子，哎，就这样一笔，摁下去啊，提起来，摁下去，再提起来，这个就是小翠鸟的小肚子啊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大感觉给它画出来。至于它形准不准，这个呀，我们一会儿再讨论。形准不准呢？啊，这个啥也不是，现在看什么也不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往下画啊。画完之后啊，先有意再有形，这就是它的小肚子。再去慢慢找它的形，找它的形怎么找呢？这个小翠鸟啊，这个是飞着的，这个呀，我们也画一只飞着的，它的背部啊，它的背部。然后这个小翠鸟呢，我们可以啊，这个翅膀啊，它这个翅膀是这样飞着的，这个翅膀呢，我们让它翘起来，这样飞，翘起来的一个小翅膀啊，翘起来的小翅膀啊，是不是有那个感觉了？再往后走，翘起来的小翅膀啊，像这些啊，干笔淡墨啊，干笔淡墨，然后啊，笔尖上再调点浓墨，画它的翅尖，短一点的，长一点的，又慢慢变短啊，又长一点，又慢慢变短，哎，后面也是一样，短的、长的变短，哎，这个小翅膀是不是就也已经出现了？用一些淡墨啊，画上它的这个小尾巴的部分，也是常用一些干的笔触去画啊，这些地方过渡一下干的羽毛啊，干的笔触去画。然后啊，我们继续往下画，画哪儿呢？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画上它的眼睛啊，或者是头顶儿。这个是它的背部呀，背部上面是什么？背部上面是头顶，还是用干笔啊？用干笔触去画，哎，加上它的小头顶啊，加上它的小头顶，然后啊，再调一个比较浓的墨色，画上它的这个嘴巴，嘴巴画在哪儿呢？哎，嘴巴呀，注意这个地方下面是画眼睛，嘴巴呀，我们稍微画的靠下一些。翠鸟的嘴巴长长的，长长的，尖尖的。长长的、尖尖的。眼睛的话呢，画在嘴巴的上面啊，眼睛啊画在嘴巴的上面，嘴巴的这个中唇线的上面，这样画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小翠鸟就显得更精神一些，对不对？画上它两边啊，点上两笔啊，这个像眼睫毛一样的感觉，
用这个细笔触啊，浅一点的也行。哎，画上它这些小羽毛啊，画上它这个小羽毛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小翠鸟啊，这2只小翠鸟就差不多了呀。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呀，这个地方实际上呢，再画上一笔啊。为啥画这个呢？它的小腿啊，腿部的羽毛没有画呢啊，给它加一加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往下刻画它。小翠鸟呢，这个基本的形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下边啊就是开始啊，给它进行上色处理。上色是怎么上呢？上色的话呀，你看这个盘子当中有一些这个朱标色啊，有一些朱标色。那么朱标里面呢，我毛笔当中啊又有一点点墨色，哎，朱标加点墨，它就形成一个类似赭石色的这样一个颜色。那赭石色呢，去把这些翅尖复勾一下，复点一下。这些地方也是一样，复点它一下，增加它的一个层次感。包括这些地方也可以简单的带一带啊，不画也没事儿啊，就有这么个意思就行。哎，有这么个意思就可以。之后呢，调一个3绿色啊，头绿也行啊，3绿也行。那比方说3绿色。调一个3绿，笔尖上还是一样，可以看到吗？笔尖上调3绿，笔肚上啊是浅色的，是水分。哎，然后干嘛呢？画上它的这个背部的这些背部的羽毛啊，背部的这些羽毛，头顶的羽毛。背部的羽毛，翅膀上的羽毛，对不对啊？简单这样一画就可以了，形象啊就出来了。这个墨色非常重要，可以看到吗？还淡淡的透出一些淡墨啊。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淡墨感觉非常差。有这个淡墨之后呢，这个3绿啊或者头绿啊显得会更加稳重一些。加一个淡淡的赭石色，把这些地方也给它染一染。之后呢，再调一个胭脂颜色。之后笔尖上再调一点胭脂，画上它的鸟的嘴巴。哎，画上它鸟嘴巴的颜色，好像涂了一个口红似的。好像涂了一个口红似的。这小翠鸟就精神了呀，就好看了呀。再之后呢，用这个太白色画上它脖梗处的这个白色的羽毛给它染一染，点一点，染一染，点一点。然后像这个地方呢，眉毛的地方也给它加上一撮白眉毛给它提一下，提一个小白眉。哎，提上这个小白眉之后，这个小鸟就显得更加精神一些了。这个白眉可以提，可以不提，就是说看大家的一个感觉你觉得提上之后，感觉它太精神了，那就别提。如果说感觉你就特别喜欢这种精神的感觉，可以提一提。提的话呢，需要注意这个白眉要有感情的去提不要乱提。怎么是有感情的提呢？就是说你提完之后要比之前要好看才行。你不能提完之后呢，这个眉毛太粗画的那么老粗，
这个眉毛画的不好看，提完之后还不如不提好看呢，那你就别提啊。这个画画嘛，非常非常自由的，不是说必须要这样啊画才好看。有时候啊，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画面状态啊，提完之后呢，好看你就提，提完之后啊，如果说你的画面状态呢不好看，那么呢打住，对不对？调点藤黄，哎，调点藤黄，调点什么呢？哎，我一般调点花青，那我盘子当中没花青怎么办呢？我调点3绿也行。笔尖上调3绿，注意用笔的时候啊，是笔尖朝向这个眼珠的位置，这样用笔。哎，调一点点3绿，笔尖啊朝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眼珠周围啊发绿一点，然后呢眼白的地方啊藤黄多一点，这样去画它。再调一点点太白色，点上它的眼睛啊，点上它的眼睛，这小翠鸟就画好了呀。就非常简单就画好了。之后呢，再调一个这个胭脂颜色，画上它的小爪子啊，画上它的小爪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2只小翠鸟我们就画完了啊，对不对？就画完了。画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快干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继续返回来啊，反过头来把这个叶脉给它勾一勾啊，叶脉勾一勾。哎，勾的时候呢，要有提有按去勾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哎，有提有按勾叶脉啊，不要直直的勾直线，勾直线呀就不好看了。然后呢，调一个淡墨啊，调一个稍浅的墨色，画上啊，哎，画上它反面的这些叶脉，画上它反面的这些叶脉，似显非显的感觉啊。推远了看呢，好像是一片；离近了看呀，它又有这些叶脉，要这种感觉去画它。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下画啊。之后其实整个画面已经构图的话呢，对不对啊？已经画好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呀，这个画面当中呢，是稍微的，对不对？稍微有点3足鼎立的趋势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画面呀，给它刻画一下啊，把这个细节呢给它加一加啊，加一些补景儿。怎么加补景呢？我们就可以熟练运用盘子当中这些颜料，调点这个淡墨呀，来点这个这个朱标色呀，来点这个绿色呀，来点藤黄色呀，感觉还是不太够，再来点花青色，调一个比较发灰的这样一个绿色。比较发灰的这样一个绿色，画上柳条啊，画上柳条。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来上2根柳条啊，画柳条也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说用的时候呢，这个可以用托笔的方式啊，可以运用托笔的方式去画。这个毛笔啊，拿到笔根的位置啊，拿到笔根的位置，就很自然的这样啊。很轻松、很惬意的这样去画它就行。很轻松、很惬意的这样去画它。线条的话呢，可以稍软一点，相对竹叶子来说呢，可以稍软一些。用笔的话呢，也可以稍微灵动一点。叶子的话呢，画的呀稍微的细一点，不要画成竹叶子那样粗的那个柳，稍微细一点，这样显得更加飘逸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来上2根小芦苇啊，来上2根小芦苇，一上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一块就很丰富了。其实加补景其实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不加补景的话呢，这个画面显得很空；但是加上补景之后呢，这个画面一下就丰富起来了
啊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一下就丰富起来了。不加的时候呢，感觉空；加完之后寥寥几笔，就很简单的1分多钟、2分多钟，加上补景之后，这画面啊就不一样了，一下就丰富起来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加补景的效果。那加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这些颜色，不要画成这样的绿，要稍微灰一点啊。这个也是稍微灰一点啊。加的时候呢，也不要破坏整体的画面效果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加的时候呢，对不对？都是避开这个整体的势的啊。这个势从这边来，这个是从这边来。水草呢，哎，这个芦苇也是从这边来。这个的话呢，是稍微啊，也是虽然它是朝下来的，但是这个势呢，也是顺着这个荷叶这样走的一个势。哎，好看了就。画的时候啊，不要画的太平。加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聚一些，这个地方散一点。虽然是补景，虽然画的随意，但是里面啊都有一些规律的啊，都有一些小门道的。密集的地方，稀疏的地方啊，密集的地方，稀疏的地方啊，有粗叶子，有细叶子，对不对？有粗的，有细的，它就有变化了，它就好看这个画。最后啊，我们再提上字。把这些地方也可以再提它一下，用浓墨，显得就更精神了一点。啊，显得就更精神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之后啊，我们扣上章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